张松呢？回大人，张松大人去借粮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城西的地都淹了，这些灾民闹着要进城，我们在这儿拦着。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咱们端县地势低，乡下是年年淹，这些灾民进城是家常便饭。这种小事不用惊动大人您。把衙役都撤了。撤了？为什么？放灾民进城。大人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让灾民进城可是犯了大忌。什么大忌？什么大忌我也说不上来，不过历来的官爷都是这么说的。放灾民进城，本官倒要看看犯了什么大忌。快点！是。放灾民进城。谢谢包大人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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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大人，来来来，谁吃过来拿啊！都过来拿啊，多吃点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端午添水。慢点，来给你。谢。都有啊，来，慢点。大人，别急，都有啊。大人，这哪里是衙门，都成善堂了。就这些。就这些。再没有了。没了。这堂堂端县府怎么账面上就这点银子？这还不都怪您呐？怪我？那可不是，咱们端县府几十号人。是朝廷俸禄的，就大人您和我2个人，其他的提辖、捕头、牢头、衙役、马夫，那都得县府自己出钱养着。县府哪来的钱呢？还不是靠抽头和捐净吗？您又不许我们收捐净，那衙役们可是从来没有这么苦过呀。现在好了，衙役们纷纷不干了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看就得咱们2个自己上街抓贼去了。我马上再写份奏章，催朝廷尽快调来赈灾的钱粮。包大人，等您的奏章到了京城，京城的粮款拨下来。我估计这帮灾民连咱们俩都得吃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乱了！什么乱了？街上10几家卖粮的店铺都被难民抢了，我们抓都抓不过来。大忌！这回您知道什么是大忌了吧？找城里的大户，问他们借些钱粮救急。是，快去呀！大人。是有借有还的那种，还是有借无还的那种？当然是有借有还。就拿这个纸还吧。大人，我看您还是亲自去借吧。他们家的粮仓可比咱们府衙都大，只要他愿意帮忙，就是再多10倍的灾民，咱们也养活得了。哎呀，包大人，平日请都请不到，今天突然光临寒舍。陈员外，我是来借粮。包大人，请坐吧。陈员外，难民进了城，府衙的钱粮告急。那您要借多少啊？500担。陈员外放心，只要等朝廷的赈灾粮一下来，欠你的粮1粒米都还不上。包大人想借粮也可以，你得把你的前任、前任欠我的1000担粮食先还给我，我就借给你。陈员外，这难民一旦闹了起来，恐怕那是你们官府的事。陈员外，我们包大人跟那前任、前任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难道包大人不是朝廷的官？陈员外，我一定会还的。既然包大人都开了口了，不能不给面子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请讲。这500担粮食给了包大人，陈某就没准备收回来。
城西那块泡了水的地呢，今年恐怕跟不上了。陈某愿意用500担粮食，从灾民手中收回他们的耕地，一是解包大人之急，二是纾灾民之困呐。包大人，我觉得这个挺合适的。趁火打劫，趁火打劫！哎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这1粒米都没借到，那满城的灾民怎么办呢？您倒是拿个主意啊！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来，别烫着。下一个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谢谢。来，来，别烫着啊！来，来，喝粥。谢谢啊。下一个，来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太稠，倒回锅里再加水。这个也倒回去，再多加2碗水。哎，好。大人，我说句话，你可别不爱听啊。说，小人也伺候好几任知府老爷了，但没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好官。论官品、人品，他们跟您没法比；可是论借粮食，您跟他们没法比。这满城大户没有借出1粒米，现在就连咱们喝的粥都要加白水。我也奇怪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您不懂权宜行事。包拯在哪儿？让开！陈员外，怎么了？包大人，这是100两金子，1厘不差。什么意思？包大人，都说你是好官，其实你也是官匪一家，还我儿子！还你儿子？脸皮都撕破了，还装什么装啊！哼！今晚子时，城外破庙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你儿子？我儿子被你们绑架了，我现在一手交钱，该你们一手交人了吧？不是我们干的，跟官府没关系。真的没关系？啊，那我儿子去哪儿了？我儿子呢？陈员外，金子你先背回去，你儿子我会帮你找的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借我粮食。包大人，你这是乘人之危啊！人命关天，可以趁人之危。粥来了，粥来了。好，包大人，我答应你，一手交粮，一手交人。包大人，我们到哪儿去找绑匪？你先跟着回陈员外家，绑匪一定还会送信，马上拿来见我。是。快去！喝粥吧。再加水。还加？再加。哦，再加水，再加水。
绑匪会来吗？一定会来的。包大人，这群绑匪可是一群山贼呀！你那帮衙役能打过他们吗？如果打不过他们，我就人财两空了。我还是把银子拿回来吧。哎，陈员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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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你稍安勿躁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儿子给你带回来。嘘。你们都出来吧！想抓我是白费功夫。好你个贼人，竟敢绑票勒索！快给我们回府衙！你银子都拿了，快还我儿子吧！去你家米仓里找。你家墙高人肥，我不会费那个功夫。啊，赶快回家！哎，快走！哎，快！你站住！我知道你是谁。我在府衙等你。撤！大人，怎么样？大人，陈员外的儿子找到了，他被五花大绑的埋在粮食里，只露出个脑袋。人活着吗？活着。哦，大人，你说那个绑匪他会来吗？他已经来了。啊，张松，接过赃银，去买粮救济灾民。是。包大人怎么确定我会来这里？你能劫富，但是不能办成你想办的事情。我能。你终归要用这些银子救济灾民。你折腾了半天，岂不是白费心机了？展大侠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绑票但不图财，左手剑使得好。我曾经见识过，只是没有想到堂堂南侠也干起绑票的生意。包大人为什么要跟我在这里谈话？府衙里其他地方都住满了灾民，只有这地方空着。你是想关我入大牢吧？你绑架勒索，犯了律法。包大人，我绑票是为了什么？赈灾救人，
陈员外为富不仁，见难民饿死不救，算不算犯了律法？救与不救是他的自愿，不能强迫。饿死难民，朝廷算不算犯了律法？算。端州受灾多日，我展昭得到消息，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，朝廷的赈灾粮款却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谁来处置朝廷？我们江湖人从来不相信你们制定的律法，我们只相信江湖规矩。包大人，我劝你一句，律法是你们用来制约穷人的东西，我们这些人劫富济贫、除暴安良，都是为了公平。公平？你们真的公平吗？真的公平。安分守己、勤勤恳恳、省吃俭用攒下家业的大户人家，被你们劫了富、济了贫，对他们来说公平吗？如果公平，那天下就不该有勤劳节俭，人人都该过苦日子。本官为了放灾民一条活路，放他们进城，但他们却抢店劫舍。你说这时候他们到底是良民还是暴民？你们江湖这时候该除哪个暴，该安哪个良？展大侠，你们的公平根本不公平。江湖和朝廷毫不相干，你关我入大牢也是痴心妄想。展大侠可以走了。你不关我入大牢了？按照律法，你是举赃自首，况且救助灾民有立功表现，可以从轻发落。你已经在牢里待够时间，可以出狱了。展大侠，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你谈话了吧？我没有痴心妄想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蓉儿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皇上，您看青女都担心您了。您没摔伤吧？我没事。皇上，您的马死了。朕的马死了，但朕没事。再来。吃谁的粮？少爷。穿谁的衣？少爷。住谁的房？少爷。睡谁的床？少爷。谁是我们的爹？少爷。谁是我们的娘？少爷。少爷吃肉，我们扛；少爷有难，我们担当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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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！我就是把剑拿出来玩一玩，看把你急的。少爷，主人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许你碰这把剑的，更别说拿出来玩玩了。你想玩玩，你干脆拿老夫我的命去玩玩。不就是老皇上死前赐给我爹的一把宝剑吗？日儿都没开，他将来终归是要我使唤的。少爷，你放心，这把剑等将来以后，老夫我一定交到你的手里，让你使唤。我爹呢？主人被太后召进宫里去了，说是有要事商量。他们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走了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！两位大人，这些年朝廷上下有两位大人把持着，
大宋天下安安稳稳。哀家先替皇上谢过2位大人了。哀家近来听到朝下有人非议哀家，说皇上长大了，要让哀家还政天子。不知2位大人听到过没有啊？太后，微臣也听到过一言半语。这天下本来就是赵家的，哀家这些年尽心尽力辅佐皇上，勤勤恳恳地为赵家看护江山。哀家为了赵家江山的安稳，不惜把自己的亲弟弟都贡献了，怎么反倒听着像是哀家有了野心？哀家这心里边啊，真是觉得委屈。有些人真是见不得安稳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你是说本相在背后怂恿吗？王大人，我可没说您，是您自己往身上揽的。本相比你还怕天下大乱。哼！2位大人，就算没人说，这个事儿也摆在那里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现在皇上长大了，哀家想听听2位的意思，究竟该怎么办？宰相大人先说。还是先听听皇上的意思吧。王大人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踢蹴鞠的好手。彼此彼此。今天哀家召见2位大人过来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与2位大人商议。想必这件事情2位在心里面早已琢磨过了。既然你们不说破，那哀家来挑破。皇上该大婚了，张大人家的千金，王大人家的孙女，哀家都喜欢，只有这2位才能配得上皇上。可是只能有一个人母仪天下，这碗水如何端平，哀家可真是为难了。所以想听听2位的意思。太后，臣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先听听皇上的意思。哀家也是这么想的。哀家想着说，把他们2位接进皇宫中，封他们为美人，让皇上跟他们熟悉熟悉。至于封谁为后，咱们还是听皇上的。2位觉得如何呢？既然是皇上的事情，那就由皇上来决定吧。皇上，太后来了。太后娘娘驾到！母后，您来了。姑姑，蓉儿，你爹来看你了。看你们满头大汗的样子，刚才在做什么？孩儿让蓉儿陪自己耍剑。听说皇上近来不爱读书了，反倒喜欢打打杀杀了。啊，姑姑，是侄儿闲着没事，缠着皇上耍剑的。蓉儿，你许久没有见到你爹了，和你爹好好说说话吧。皇上，哀家有事情要和你说。皇上，不知道你最近听到了什么吗？娘，孩儿不知娘指的是什么。朝下有人议论，说皇上长大了，让娘把江山还给皇上，由你来打理。这话出自何人之口？说这话的人一定别有用心。娘也是这么想的。这江山本来就是你的，是因为你尚且年幼，你父皇托娘帮你看着。怎么叫做让娘把江山还给你呢？这意思分明就是娘抢了你的东西。查出说这些话的人一定要重重惩罚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娘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娘只在乎
你是怎么想的？孩儿从来没想过。皇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这件事你不会不想。孩儿是长大了，但是自己还没有打理江山的本领，这天下还要交给娘来打理。太后说你和皇上越来越像亲兄弟了。他是皇上，儿子是人质，我们永远成不了亲兄弟。太后喜欢你，把你当亲儿子看。太后喜欢儿子，是因为儿子有一个好爹。蓉儿，你是不是一直记恨爹，把你留在宫里？爹，儿子的命是您给的，您让儿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儿子没有理由怨你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在宫里吗？那是因为我想……爹，我哥和我娘还好吗？都好，他们都很想你。皇上要大婚了，等皇上大婚之后，太后答应我让你回到你娘身边。爹，儿子不想出宫。儿子想留在宫里。皇上，还有件事情，哀家要跟你商量。这要打理国事，首先得打理家事。皇上该大婚了，娘想听听你的意思。娘掰着手指头数来数去，也就只有王延龄的孙女张德林的女儿配得上皇上。哀家想在他们两人当中挑出一位入主中宫，挑谁由皇上来选。娘定就行了。娘可不想委屈了你，娘想着这2日将他2人接入宫中，与皇上熟悉熟悉，挑一个你喜欢的人做皇后。皇上，你为何不说话？孩儿知道了。主人，您回来了。主人，您不高兴了？我去见了蓉儿。二少爷可好啊？很好。人长大了，跟我是越来越陌生了。我总觉得他心里透着一股怨气。主人，您别担心呐，蓉儿是您的骨肉，身上淌着您的血，等她回到您的身边，自然就是一家人了嘛。可他不愿意回来。啊，庸儿呢？在习武场习武呢。带着他那帮虾兵蟹将。庸儿越来越像当年的您了，霸气不服输，把他那帮人马调理的是有模有样的，是个帅才啊！哼，年少轻狂，目中无人，早晚会吃大亏。啊，对了，太后要给皇上大婚，正宫在王彦龄和咱们2家中让皇上选一个。燕燕呢？叫她过来，我有话跟她讲。我这就去。
好听。不管爷爷有多少烦心事，只要一听到灵儿的琴声，就烟消云散了。爷爷，我要一辈子留在您身边。您要是不高兴了，我就弹给您听。这可不行，以后爷爷恐怕就没有这个耳福了。爷爷，我不想进宫。一定要进宫，灵儿，你还小，很多事情你不懂。这女孩子终归要长大的，长大以后呢，就要嫁夫生子，就要成为人妻人母。这天底下女人都一样，可是不一样的是嫁给了什么人，孩子生到了什么人家里。有的孩子呢，生下以后就做了牛马，可有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当了真龙天子。这些话爷爷以前跟你讲过，还记得吗？天下牛马成群，天子只有一个。灵儿，咱们不说市井乡野，就说朝廷百官，能把女儿嫁到宫里的那是寥寥无几。你能进宫，那是爷爷应该享受的权利，对吧？灵儿啊，给爷爷捶捶背，以后恐怕就享受不到了。来，这边。进了宫以后呢，一切都要靠自己了。我和张德林斗了半辈子都没有输给他，你也不能输，一定要讨皇上的欢心，一定要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母仪天下的皇后。皇上，您今天总是举棋不定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你的心思也不在这棋盘上。我爹跟我说，太后答应过些日子放我出宫，回到我娘身边。你要离开朕了？我跟他说，我想待在宫里。那他们答应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子龙，你一定要想法留下。陈琳被太后关起来了，你要是走了，朕身边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皇上，太后跟您说了什么？太后说朝中有人议论，让她归政于朕。归政？什么人议论？她没告诉朕。你说太后为什么要告诉朕这些？她想试探您。朕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皇上是怎么回答的？朕说还没有独自打理江山的能耐，江山还得靠他打理。皇上回答的巧妙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他们让朕完婚。完婚？和谁完婚？一个是你爹的女儿，一个是宰相王延龄的孙女。太后让朕在2个中选一个做正宫。让您挑选？一边是你爹，一边是王延龄，太后谁都不想得罪，把球踢给了朕，你说朕该如何是好？皇上，您应该选王延龄的孙女。我爹这里，您有我这颗棋子，而王延龄那里您没有棋子。皇上，这是个机会。幼儿，姐姐，你怎么来练兵场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我要进宫了，以后再见面可就难了。爹把蓉儿送进宫中当人质还不够，
又把你也送进去。雍儿，爹那也是为了我好。天下这么多女人，有几个能进皇宫啊？哼，说是皇上，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做不了主的窝囊男人。有什么好的？爹被那个女人裹挟了，肯定是他的主意。雍儿，不许胡说。姐姐，你要进宫了，你高兴吗？我有点心慌。正宫还不知道皇上会选谁，我怕输给王彦霖家的孙女，给咱们张家人丢脸。这是牛舌头，大人，千真万确，这就是小人家牛的舌头。你把事情的经过再详细的讲一遍。这头牛啊，小人喂养了好多年了，耕地的活全指望着它了。平日里天不亮它就叫唤，催着小人喂它饲料。今天却奇怪了，小人去喂它，它不仅不吃，反而疯了似的用鸡叫顶小人。要不是拴着，小人就没命了。你是怎么发现它的舌头被人割了的？这头牛啊，它顶不着小人，就望着那柱子落泪。我就纳闷了，这牛今天是怎么了？我就顺着它的眼睛看去，我点着灯凑近一看，哎呦，吓一跳，蝎子呼啦一块肉啊！小人又纳闷了，这是什么呢？那头牛看着小人还不明白，又张开嘴我一看，这牛嘴里面也是血肉模糊，牛舌头不见了。他自己张嘴让你看的？是的，我们家这头牛啊，它通人性，除了不会说话，它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它就像小人的家人一样。哎，什么人干的？这么狠毒？小人要知道，就不会来找您来了。你得罪什么人了吗？得罪过什么人？没有，大人，小人真不记得得罪过什么人。这人为什么不偷你的牛，反而要割牛舌头呢？这牛没了舌头，还活得了吗？活不了，不疼死，又会饿死啊！你这就回去，将牛杀了，别让他受罪了。大人，小人可不敢，这厮杀耕牛是犯王法呀，是重罪，可不能杀牛啊！牛已经活不成了，有何不敢？听我的，将牛肉分给全村人吃了。大人，你这不是害小人的吗？不是我，是有人要害你。你要想知道这人是谁，就照我说的办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全村人就都知道你杀了牛，把肉给分了。那再然后呢？割牛舌头的人就会到我这里来告你。大人，小人明白了，我这就回去杀牛去。这件东西，保长，换个地方说话。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，你说吧。保长，你可知道几年前，当今的太后把一个疯女人悄悄地送出宫，结果这个疯女人在半路上丢了。本官略知一二。你知道这个疯女人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太后当时不许我多问。她是当今皇上的娘，亲娘。你怎么知道？
这个女人没有疯，她只是装了几年疯子。你是？是我。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知道如果说的不实会是怎样的结果吗？丢掉身家性命。如果说的是真的，知道对皇上、对朝廷意味着什么吗？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刚刚平静了几年的朝廷，又要搅开了锅。我只是想让皇上知道，他的亲娘还活着，好让我们母子相认。你就单凭着肚兜证明你是当今皇上的亲娘？陈琳公公，当今的太后、太妃，还有曾经伺候过我的宫女们，他们都可以证明我的身份。如何流落到这端县？我到端县是专程来找你的。专程找我？为何？这些年你做的事情我都知道，整个朝廷只有你才能替我讨回公道。三叔，三叔，包勉啊，给你立过规矩，不许随便到公堂上来，怎么就记不住了？我也不想过来，是你的嫂嫂和我的婶婶让我过来的。早就到了吃饭的点儿，饭菜都凉了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哦。一个人来的端县，住在哪儿？没有住的地方。我还需要点时间，一来验证你的身份，二来想想该怎么办。这段时间你就暂时住在我家里，但不许跟任何人提起你的身份，包括我的家人。这是我嫂嫂，这是夫人端午，这位是我侄儿包勉。这位妹妹是勉儿。现在夫人去上房歇息。嗯。来，夫人，这边请。三黑，你又神神秘秘带一个女人回来，你和她什么关系？嫂嫂，端午，这个女人非常特别，我不能告诉你们她的身份，你们也绝不许打听。她要在咱们家住段日子，你们要好生伺候，不可怠慢了她。啊，哎。还有，她住在这儿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哎，好。三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嘛？嫂嫂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她的身份对咱们大宋江山很重要。叩见太后娘娘，叩见太妃娘娘，叩见皇上。奴婢王灵儿，叩见太后娘娘，叩见太妃娘娘，叩见皇上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说话吧。谢太后娘娘。你们两个各自说说自己，谁先开始说？奴婢叫张艳艳，自幼学习琴棋书画，喜歌善舞。
灵儿，你说说。奴婢王灵儿，今年14岁，自幼爷爷教奴婢吟诗作画，奴婢还会。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还是个小孩子，不用那么紧张。以后啊，咱们大家伙儿都是一家人了。妹妹，今儿个是8月15，这开封城里有灯会，咱们一块儿去观灯赏月，去民间看戏听曲，你看可好？好啊，妹妹好久没有出宫了，不知现在开封城变成什么样了。妹妹，你看他们跳得多好看呀！哀家都快忘记上次出宫是什么时候了，这整日关在宫里边，也快忘了民间是什么样子了。姐姐说的极是，妹妹也快忘了。猛地一出宫，眼花缭乱，看什么都新鲜。姐姐，和宫里比起来，妹妹突然觉得外面才是天上人间。哀家也有同感。夏怀敏。太后，您吩咐。以后由你护驾，经常带着太妃娘娘四处走一走。这整天关在宫里边，真的也就不食人间烟火了。遵命。皇上，这还是你第一次看民间杂戏吧？孩儿是第一次，不仅是看戏，连着开封城，孩儿也是第一次看。小的时候从乡下进宫，坐在马车上，被帘子捂得严严实实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第一次看到这开封城，皇上有何感想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还真不知道天下有这么繁华的地方。蓉儿，姑姑吩咐，以后你也经常带着皇上四处走一走，免得成了井底之蛙。姑姑放心，侄儿知道了。谢谢母后。郭槐，奴才在。下面是什么曲目？回太后娘娘是这家戏班的招牌，当家女伶的词曲。那就赶紧开始吧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啊爹！
这边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我们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走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伊儿，妻女。恰似一江春水。伊儿，那你以后会做一个好皇上啊！我会的。伊儿，伊儿。皇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等等，不愧是戏班子的招牌，声音犹如天籁，唱的如泣如诉，让人不由得要流泪啊。皇上，你可知道他唱的是什么词曲？虞美人。词是什么人做的？南唐亡国皇帝写的词。今日花好月圆，我们大家难得出宫，正是好兴致。你为何要唱这首亡国皇帝悲愤哀怨的曲子，扫了大家的兴致？民女是一个歌女，只想将最拿手的献给太后皇上助兴。民女不敢冒犯太后皇上。大胆，竟敢演唱亡国之君的词曲，扫了太后和皇上的雅兴，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是。等等。母后，他叫周儿，是孩儿儿时在乡下的玩伴。孩儿认的第一个字就是他教的。他和他的爷爷有恩于我，孩儿想替他求情，求母后原谅他。郭槐，奴才在。让他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皇上，你还跪着做什么？来，快起来吧。母后，孩儿想将周儿带进宫去，一同聊聊儿时的趣事，希望母后答应孩儿。周儿，真的不敢相信是你。我也不敢相信呢。皇上，青柠姐姐，我可一眼就认出你们俩了。别叫我皇上，跟小时候一样，叫我一儿。不一样，你现在是皇上。周儿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咱们还和小时候一样，叫一儿。他叫蓉儿，是自己人。周儿，你为什么会在京城？为什么会在戏班子？你爷爷呢？爷爷前些年生病去世了，戏班子的师傅是爷爷生前的好友，他收留了我，我是跟着戏班子到的京城。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罪吧？一儿，青柠姐姐，你们过得好吗？
总是在梦中梦见你，特别怀念小时候的日子。真的？我还以为你们进了宫就把我给忘了呢。我也总是梦到你们。伊儿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许诺过要娶我和青米姐姐当媳妇儿呢。我当然记得。那时候不知道你的身份，咱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知道害羞，什么都敢说。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些日子了。这个周儿不但唱得好，长得也好，不卑不亢，落落大方，一点不像民间人家的女儿。妹妹真是好眼力，她并非是一般人家的女儿，她的祖上是钱塘皇上的老师，也曾经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姐姐是怎么找到这个女孩子的？一个太后大海捞针都不是难事，何况是找个活人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看来皇上还是对这个女孩子念念不忘。两小无猜，世间最美好的回忆，谁能忘怀？姐姐，你说皇上会选这个女孩子吗？打心眼里，他肯定是喜欢周儿的。这次哀家让他们相遇，就是想知道皇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他到底是想要江山，还是想要美人？听说最近朝廷上有人议论，让姐姐归政于皇上。皇上的羽翼日益丰满，归政是迟早的事情。但是归了政之后，咱们还得让皇上听咱们的，要不然咱们姐妹俩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姐姐说的是，张德林的女儿，王延龄的孙女，无论是谁入主中宫，都不是哀家想要的。哀家现在倒是希望，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。朕睡不着，真没想到能和周儿重逢，朕高兴，朕多少年都没这么高兴了。皇上，你想说什么？皇上，您第一次出宫就遇见周儿姑娘，您不觉得太巧合了吗？什么意思？臣只是觉得，您和周儿姑娘的重逢像是有人安排的。你是说太后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有，她怎么知道我和周儿曾经相识？臣也说不清楚，臣只是觉得巧得可疑。姐姐，你困吗？不困，我也不困，我太兴奋了，想不到会睡在皇宫里。还跟公主睡在一张床上。周儿，我不是公主，我只是太妃娘娘身边的一个贴身丫鬟。姐姐在说笑吧？我没有说笑。我和伊儿不是亲生姐弟，我娘是奶娘，我和她只是同吃异母乳长大。那当今太后是伊儿的亲娘？不是。那伊儿的亲娘？周儿，这里是皇宫，不比在外面，说话一定要小心，不知道的就不要问，不然会惹大祸的。姐姐，你和伊儿这些年在宫里开心吗？你知道这么多年，我们在宫里见过的最多的是什么吗？死人。我们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，你还记得我们在乡下喊爹的那个人吗？他是伊儿的侍卫，晚上还活得好好的，白天人就没了。我和伊儿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可伊儿是皇上啊，伊儿是皇上，那只是个摆设。
他是一个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了主的皇上。嫂嫂，那个夫人又在烧香拜佛，屋子里的香烟把眼睛都熏得睁不开了。她把咱们的上房当成佛堂了。她还说，今天是斋日，咱们全家都得吃素。哎呦，嫌出毛病了吧？我看他。嫂嫂端我，你们怎么能干下人干的活啊？我们家没有上人下人，只有人。哎，你们干这些成何体统啊？这样不但丢了朝廷的颜面，还丢了包拯的颜面。哎，夫人，你这话说的有问题。我们不偷不抢，不贪不占，我们自己干活养活自己。那您说我们应该干什么？难不成每天吃斋念佛？那你们干这些活，包拯知道吗？他闲的时候可天天跟我们抢着干呢。这儿比较脏，您还是回屋待着吧。啊，我在屋里待得闷得慌，我还是出去走走吧。哎，夫人，您不可以出去。三黑说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您住在这儿。不怕，端县没有人认识我。哎，夫人，您不能出去。嫂嫂，我是憋得难受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您就在这儿溜达溜达，要不然，您跟我们一起干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知道，三黑也不让我知道。我这都是为了您好，您不能出去。您不能出去。啊，包拯，你回来的正好。包拯，你到底想到办法了吗？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母子相认？夫人，这事不能着急，要等到时机成熟。何时时机成熟？包拯，我要是能安下心来，就不会跑到端县来找你。现在能证明我身份的只有陈林公公会替我说话，可是他年事已高，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的身份就更说不清了。我装疯卖傻等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还让我等一辈子吗？夫人，皇上已经长大成人，可是仍然当家不做主。现在首要是要让太后归正，让皇上成为真正的皇上。只有皇上当家做主，才是你们母子相认的时机。这个您应该明白。范仲淹，知道本相为何找你吗？王大人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我听到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太后听到了什么。让太后归正天子，是你在下面挑头议论的吧？是。太后的耳目已经传到宫里了。王大人，学生就怕太后听不到，太后自己退位，比被逼迫更有颜面。幼稚！你以为几个人私下几句议论，太后就真能把皇位让给皇上吗？这只会让太后和你结怨，甚至遭到暗算。王大人，请您过目。什么？让太后撤帘归正的奏折。先帝病重之时，当今皇上年幼，先帝留下遗诏，让太后替幼主暂且代理皇权。如今皇上已经长大了，太后还垂帘听政，这岂不是将暂且变成了永久？那这大宋江山以后是姓赵，还是姓刘？范仲淹，就凭这道奏折，就能让暂且不变永久，就能让江山回到赵家的手里？自不量力！凭学生一个人的力量，不能；加上本相也不能。你，王大人，您是在明哲保身。本相就是在明哲保身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我举荐的官，本相不想因此受到连累。权力现在是在太后手里，但名义上还是赵家的。
本相如果保不住自己，那么江山恐怕真的就易主了。本相现在辅佐的是小皇上，本相比你还着急。你知道本相想的是什么吗？本相想的是皇上如何能把权力平安地接过来，你懂吗？蓉儿，你的功夫超过爹了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您说的。爹，孩儿胜了，您不高兴吗？爹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。你和蓉儿小的时候，爹盼着你们长大。你们真的长大了，爹心里又发慌。人胆量小了，是因为变老了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天下就没有爹害怕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我们觉得，我们的爹是天下最厉害的爹。接着说。您现在被那个女人打败了，您怕她，您不但将蓉儿放在她的身边当人质，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进皇宫，给那个不像个男人的皇上做妻妾，用联姻来巴结他们。蓉儿，你虽然人长大了，但是脑子还没有，你将来就会输在这儿。少爷，老爷怎么生气了？老爷觉得他自己老了。子荣拜见太妃娘娘。免礼了。蓉儿，你是来叫人的吧？是娘娘，皇上差子荣来请周姑娘。皇上真是心急，哀家还想听周儿再唱一曲呢。算了，青女，你陪周儿姑娘过去吧。娘娘，皇上只差子荣请周姑娘一人过去。周姑娘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你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和皇上小时候的事情，你跟别人说过吗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。你再想想。那宫里是怎么找到你们戏班子的？我们戏班在开封城唱的有名儿，城里的达官贵人都找我们去唱戏。宫里怎么找到我们的，就要去问我们的班主了。我只是个唱曲儿的，班主说让我们去哪儿唱，我们就去哪儿。那你事先知道是给皇上和太后唱的？知道。班主说太后皇上要听我们唱戏，让我们一定卖力的唱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张公子，你问这些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周姑娘，走吧，皇上还在等你呢。
皇上，周儿姑娘来了，快让她进来。依儿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民女给皇上请安。昨晚睡得好吗？一夜未睡，想不到这辈子会睡在宫里，觉得好像是在做梦。能遇见你，我也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。你喜欢皇宫吗？皇宫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还要气派。依儿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喜欢皇宫，也不想做皇上。我在这儿一点都不开心，总是想起咱们在乡下的日子。依儿，你们的事情，青女姐姐跟我说了。小时候在乡下，先皇派人来接你回宫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身份。我爷爷说你真不幸，生错了人家。我一直不懂为什么，现在终于明白了。我心里的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依儿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这些兴许都是上天有意安排好的。天下千千万万的人，为什么非要降大任于我？不公平！我没有这个能耐，也受不了这份折磨。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过开开心心的日子。依儿，你久在宫里，早已不是人间烟火，人世间的日子并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天灾人祸，恶人当道，到处都是不公。民间的苦难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依儿，天下的人千千万万，可你生来就是天子，我生来就是没落的公主，这是命，愿意不愿意都由不了我们。我呢，能做的就是当一个好歌女，你能做的就是当一个好皇上。看啊！依儿，这2天开心吗？还是开心。这些年，很少看到皇上开心了。也不能光顾着开心呀。皇上的婚事，皇上你可得早点拿个主意。孩儿知道了。
义儿，王大人的孙女，张大人的女儿，你都见到了，给娘娘说说，你更中意哪一个呀？这儿没有外人，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孩儿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还请母后和小娘娘帮孩儿拿主意。皇上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我们喜欢的未必是你喜欢的，这个主意啊，还得你自己拿。义儿，不要左右为难，喜欢哪个就是哪个，其他的事情你大娘娘会为你做主的。孩儿喜欢周儿。你说谁？你大声说。孩儿喜欢周儿，打小就喜欢。周儿和孩儿青梅竹马，在皇宫，孩儿还时常念及她，还经常梦到她。这次见到周儿，是越发的喜欢她。皇上，哀家是让你在宰相的孙女和枢密使家的女儿当中挑选一位入主中宫，我看你是南辕北辙了。孩儿是真心喜欢周儿。菊花开，菊花残。塞雁高飞人未还，一帘风月闲。周儿，还记得这首诗吗？《长相思》，是你教我的，你是我第一个先生。你不提醒，我差点都忘了。我爷爷是前朝皇帝的先生，我呢是现今皇帝的先生，还不快给先生行礼？先生好。青女，你怎么脸色看起来不大好？是生病了吗？没什么。青女，你和皇上小时候在乡下的事情，太后娘娘知道吗？我从来都不敢和太后多说一句话。那太妃娘娘知道吗？跟太妃娘娘讲过。有一次，太妃娘娘问我们小时候在乡下的事情，我就告诉她了。皇上和周儿的事情，太妃娘娘也知道。我都跟太妃娘娘讲了。怎么了，蓉儿？你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青女，有些事情以后我再告诉你。周儿，这些年难过的时候，总会想起你。想起你就想起这首诗。小的时候虽然熟背了它，但不理解它的意思。这些年，应景生情，才知道这首诗有多么好。前朝皇上能写出这样的诗，真是了不起。依儿，你说的不对。一国的皇上，不是要让天下人赞美他的诗赋，要让天下人赞颂他的功德。要是能让子民安居乐业，让臣民过上好日子，那才是了不起的皇上。周儿，你也了不起。我爷爷说的，是他了不起。依儿，你要做一个了不起的皇上。这句话是我说的。学生知道了。周儿，我要大婚了。我知道，青女姐姐跟我说了，2个朝廷重臣家的女儿。太后让你选一个最喜欢的做皇后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给先生讲讲。喜欢你。谁？喜欢你，从小就喜欢。我问的是你要娶的那2个女人，不许耍花头，老老实实的告诉先生。我已经告诉太后了，我要娶你。姐姐，皇上还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宁要美人，不要江山。只是我们成全了皇上，
百官恐怕不会成全。姐姐怎么不说话？他们嚷嚷着要哀家让位，让皇上做主天下。皇上的婚事是天下的头等大事，既然这样，那哀家就让皇上自己做自己的主，让他们说去。姐姐，我还是睡不着。姐姐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困了，等到明天再说吧。哎，不行，再不说我会憋疯的。那你说吧。哎，算了，等我想好怎么办再告诉你吧。啊。朕想和你说件事。皇上，臣已经知道了，您喜欢周儿姑娘，想娶她为后。你怎么知道？青女告诉臣的。太后会答应吗？会。臣已确认，周儿姑娘是太后有意安排与您重逢的。太后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太后希望您娶周儿。为什么？为了将您的羽翼折断。让我爹和王延龄与您联姻，是太后迫不得已送出去的人情。其实她心里并不乐意。为什么？不论您选择谁，都会成为您的一只硬翅膀。太后最怕看到的，就是您的翅膀长硬。那些在朝廷之上要太后还政的忠臣，是您的另一只翅膀。自古皇后出自权贵豪门，您娶一个民间女子做皇后，来母仪天下，您说他们会答应吗？朕娶媳妇是朕的私事，皇上，您没有私事，您身上被蚊子咬一个包，都是国事。你不赞同朕娶周儿吗？臣只是提醒皇上，您不能娶周儿。你是朕的一只翅膀，你也想被折断吗？皇上，太后是真正的博弈高手，她早已想好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。您第一次做主就遭到了百官的反对，这让她继续垂帘，又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朕不管，朕只要周儿，让她一辈子待在垂帘里好了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嫂嫂，先正其敏儿读书可真用功，以后一定能考上好功名，比赛很有出息。我不稀罕这个，我呀只求这个家平平安安的，人丁兴旺，比啥都重要。嗯。哎，嫂嫂，怎么了？哎，你这药都吃了好几副了，这肚子怎么不见大呀？嫂嫂，不急。什么不急？你们不急，我急。这都过了好几年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明天啊，我带你去烧烧香，求求送子观音。哎，
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勉儿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夫人，我在读书啊。读书？啊，我在学圣人读书，头悬梁，锥刺股。勉儿，你这么用功，是想考个好功名吧？嗯。头悬梁，锥刺股，就一定能考上好功名吗？还要有天资，不过呢，勉儿天资笨，所以说要更加用功。勉儿，做好学问不是最好的捷径。夫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勉儿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只要你叔叔帮我把事情办妥了，我保你一定飞黄腾达。啊，娘。三黑，我今晚住这儿。嫂嫂明天又要带我去烧香求子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不种种子，观音娘娘也没办法。端午，我在写一个很重要的折子。包家后继有人，难道不重要吗？嫁给你这些年了，你一心扑在公事上，百姓家的一头牲畜，你都操心不尽。难道端午？端午，我是一方父母官，百姓的事情无小事。你是父母官，你也是我男人啊。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？你担心生出的孩子和你一样面黑，黑又怎么样？农夫难道因为黑豆黑就不播种了吗？这个比喻不对。我从小被人当作妖怪，那种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有一样的经历，这对他不公平。三黑，你来到这世上，却不让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世上，这不公平啊！因为不想要孩子，而让人家守活寡，这更不公平啊！不管勉儿能考上功名也罢，考不上功名也罢，这事儿不用您管。我这是为了勉儿好，您为他好，您那是害了他。我不管您找三黑是什么事儿，反正您不能拿他的前程来诱惑他。娘，您别说了。我这怎么就成诱惑他了？夫人，我是为了他好。怎么了？嫂嫂，夫人，为何争吵？您问他吧。